俄乌战争迄今为止已经打了100日有余，这100日战争的节点确实是值得总结分析一下的。不管是白俄罗斯的动员集结，准备下场参战，亦或是欧盟对乌克兰援助的损失惨重，都是值得关注的亮点。今天虎妞便来给大家详细聊聊。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密财户，我是虎妞。从2月24日俄军跨过边境算起，俄军发起的特别军事行动转眼就过去整整100天了。可能在2月末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人会预料到这场冲突会持续如此之久，又以看上去有些相当荒诞的形式发展到了今天这种态势。所以现在咱们有必要简单看看100天过去了，前线发生了一些什么，战场之外又有哪些可能影响未来的大动向。首先要说的肯定是乌军又一次的官宣全线大反攻，再一次的以惨败为结局收场了。最近一段时间靠着西方的援助，乌军还是攒出了一定数量的可用重装备的，大概是出于之前的蛇岛反攻或者哈尔科夫扛界碑类似的行为艺术的目的，乌军又在赫尔松、扎波罗热以及哈尔科夫3条战线上展开了在他们的宣传当中规模不小的反攻。实际上按照兵力算的话，数条战线合起来能有那么2个旅的兵力，有限的兵力还不集中起来用，那后果当然就是被俄军用炮兵和防空兵给打了个损失惨重。西方好不容易凑的一批重装备基本上又被丢了个干净，还损失了不少有战斗力的士兵。对现在重装备稀缺、有战斗力的士兵更稀缺的乌军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了。至于为什么要做这种明知道不可能成功的行为艺术，那要不就是泽连斯基又演戏上瘾了，要不就是不明西方军事专家给的离谱军事建议了。在这些方向上已经取得了卓有成效的进展，并且粉碎了乌军数次动用新恢复战斗力的部队组织的反扑之后，俄方对于目前的局势掌控也越来越有信心了。趁着100天的节点窗口，还顺带宣布了第3阶段的行动目标是向哈尔科夫、奥德萨以及扎波罗热进一步发展。而在乌军演戏式反攻损失惨重的同时，俄军有不小的概率要迎来一大强援，白俄罗斯军队开始向白乌边境集中部署了。虽然之前白俄也向南部边境方向进行过了数次的增兵，并在国内进行了部分动员，但是那基本都是加强防御、防止渗透去的。这一轮白俄的增兵则将机械化部队也大规模通过铁路调动了过去，而且与俄军在2月发动行动前车上集中刷 ZOV 3个字母识别符号一样，白俄这次调动的装备和部队也第一次在醒目位置上刷上红色识别标识，下场行动的概率一下子就高了不少。比起2个多月前俄军从北线全面撤出的时候，现在乌克兰方面所面临的情况要糟糕得多了。几次失败的反击将乌军最后为数不多的西方援助装备以及动员出的有战斗力的预备队全部送了一个干净。之前部署在北线的部队现在都被调集去了东乌，现在如果以基辅为核心的北线再度遭遇俄军或者白俄方面的雷霆一击的话，那乌军现在既没有开战第1个月的那种人员，也没有当时的那种装备和调动能力来应对了。白俄陆军在经过之前的动员充实之后，有差不多2个集团军规模的兵力，留下1个集团军看守波兰，也还能投入1个集团军与俄军并肩战斗。1个集团军全新的胜利军，对现在耗光了战前积攒的家底的乌军来说，可能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了。当然，将东乌前线的部分部队或者一直留守哈尔科夫的92、93两个乌军，最后的总体建制尚存的机械化旅调往北线回援的话，乌军倒是有希望守住北线的进攻，但那顿巴西与哈尔科夫可就彻底不保了。白俄未来可能的加入，对这场冲突来说可是举足轻重的砝码了。抛开100天的战场态势不谈，在战场以外的地方，那俄罗斯人目前看是超水平发挥，以至于完全可以宣布获胜了。3个多月后，欧盟对乌克兰耐心也快耗尽了，有限的重装备援助给了之后，现在的新武器都要乌克兰自己掏钱去买了。对乌克兰难民们的优待措施也开始逐步取消。作为乌克兰后盾的欧洲，差不多是快把能耗的血都耗没了。欧洲国家们虽然是已经没钱没能力，也厌倦了对乌克兰的支援，
但是对俄罗斯方面掏钱出军费还是实打实，半点都不少的。按照俄方财政口给出的通报，由于石油与天然气等能源出口额外收入的增加，俄联邦在6月额外获得了近4000亿卢布，也就是差不多62亿美元的预算。这已经足够俄军在战场上1个月的开销，甚至还可能有剩余了。你要问这个钱是谁出的，那主力当然是通过制裁将油气价格推到高位，又极度依赖俄罗斯能源的欧盟嘛。有了欧洲在经费上的有力支持，俄军现在肯定是有信心，也不担心把军事行动进行到年末天气变冷的时候的。到时欧洲用气需求暴涨，甚至不光能抹平军费，还能大赚一轮。靠着欧盟给钱，俄罗斯现在也通过军工业带动的方式来发展工业生产了。从俄罗斯各种网络平台发布的消息看，夏塔吉尔、鄂姆斯克等等的著名军工企业都在积极大规模招人扩产的行动，也带动各种配套的子系统企业在扩产。俄罗斯的工业机器开始逐渐正常的运作起来，彻底摆脱多年的颓势，正向的发展了。能够收获这样一笔投资，通过这种进口替代的方式拉动国内工业的大发展，大概是俄方这次行动比战场收获还要更大的地方。以冲突爆发的第100天为一个节点看，俄军开始选择的冒险线路没能顺利成功，反而算是歪打正着了。在战场之外收获了相对圆满的成果，在打下去收益大于损失的情况下，俄军大概不介意将行动拖到年底天冷的时候。这个100日虽然是个很重要的节点，但是也没必要太着急了。